则爆料如同重磅炸弹在网络炸裂。一位自称与演员夏建奇交往多月的女生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声，控诉其在恋爱期间多次欺骗、出轨，甚至与多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该帖一经发布，立刻引发网友热议，转发量迅速破万，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塌房预警，娱乐圈果然是修罗场。据该女生描述，她与夏建奇交往期间，曾深信两人是真心相爱。然而，现实却给她重重一击。她晒出大量对话截图作为证据，其中显示夏建奇一边与她甜言蜜语，一边又私下联系其他女性，甚至约人到酒店。此举不仅让女生彻底心寒，也让粉丝倍感失望。这名女生不仅控诉夏建奇感情不忠，更在贴文中附上了大量私密聊天记录截图，内容令人瞠目结舌。从截图可见，夏建奇对她多次表达爱意，但随后却又在另一个对话框中用同样的语气与另一位女性交流，甚至不乏挑逗语言。最让人震惊的是，有几段对话中，他公然约女性在深夜见面，还留下了酒店地址。女生称自己是在查看旧手机备份时，意外发现了这些对话，才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此外，该女生提到，夏建奇在与她交往期间，多次强调自己是公众人物，希望低调处理恋情，但实际上却在背地里过着混乱的私生活。他原本不愿公开，但出于自我保护与对其他女生的提醒，才决定揭发这一切。爆料发酵后，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自己也是受害者。随后，更多女生陆续站出来自述类似经历，称与夏建奇相识于聚会或通过私信沟通，之后被其以真心交往为由约出见面，最终发现自己只是备胎之一。有一位自称是夏建奇前女友的网友爆料称，夏建奇惯用甜言蜜语和浪漫攻势迷惑女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实则是脚踏多船的高手。他还贴出两人曾经的合照以及疑似夏建奇私下拍摄的生活视频作为佐证。更令人诧异的是，部分证人甚至透露掌握了夏建奇的私密照片和不雅视频，据说内容涉及其与多名女性在不同场所的亲密行为。虽然目前这些证据尚未公开，但风声鹤唳，已足以让网友群情激愤。夏建奇自出道以来，一直以阳光、深情的形象示人，不少剧迷称他为新一代国民男友。然而此次事件的爆出，无疑彻底击碎了他的完美人设。部分粉丝在初期仍选择相信他，留言道，也许是误会，先听他说清楚。但随着更多爆料者的出现，曾经的支持者也渐渐沉默，甚至有人表示粉转黑，在粉丝站发起脱粉行动。艺人最怕人设崩塌4个字，因为形象一旦破裂，即使再努力也难以修复。而夏建奇的行为已经不只是私德问题，更关乎职业道德。对粉丝而言，背叛的不只是情感，更是信仰。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指责，夏建奇本人迟迟未出面回应。而他的经纪公司也一度保持沉默，仅在事发2日后草草发布一则我们正在了解情况，请大家理性评论的声明，未提及任何细节。这一态度激怒了不少网友，遮遮掩掩，不如不发，默认了吗？成为评论区最常见的声音。有人甚至指责公司企图掩盖真相，企图用时间冲淡热度。事实上，在舆论时代，沉默往往等于默认，模糊的态度只会加剧大众不满。曾经有多位艺人因绯闻处理不当，从此跌入谷底。而夏建奇的团队若继续如此冷处理，恐怕只会将他推得更远。从郑爽到吴亦凡，从李云迪到李易峰，近年来娱乐圈的感情与丑闻事件层出不穷。如今夏建奇也加入塌房行列，不禁让人深思，为何公众人物频频爆雷？一方面，明星拥有众多资源与机会，诱惑远超常人；另一方面，某些艺人本身道德观念模糊，缺乏对公众角色的认知与敬畏。而粉丝文化的盲目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偶像的行为。同时，娱乐行业节奏快，压力大，
不乏情绪依赖与短期关系。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欺骗感情、玩弄他人的借口。作为公众人物，首先应树立良好榜样，而非滥用影响力行不轨之事。虽然目前曝光内容主要围绕感情欺骗与出轨，在法律层面未构成明确罪名，但随着私密照片、多人证词等信息出现，如果其中涉及偷拍、散播不雅内容、性骚扰等行为，则极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近年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反性骚扰法的落地实施，公众对艺人的法律约束力已大大增强。若爆料者证据确凿，夏建琦或将面临诉讼乃至被封杀的严重后果。道德与法律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公众虽可原谅年少轻狂，但绝不会纵容惯性欺骗。这也是如今网友们情绪激烈的核心原因，不是谈恋爱，而是欺骗感情、践踏信任。不少网友问道，夏建琦还有机会翻身吗？答案或许并不乐观。娱乐圈的记忆往往短暂，却对负面消息极为敏感。一旦塌房，品牌代言、剧组合作、广告合同等将第一时间解约。其次，公众好感度急剧下滑，再努力也难恢复以往的高度。除非他能主动道歉、承担责任，甚至暂停事业进行反思与赎罪，否则复出之路注定坎坷。曾有艺人因私德问题消失多年，即便复出也始终带着污点。虽然绝大多数网友表示不能接受感情骗子，但也有一部分粉丝认为私生活不应上升至职业层面，呼吁给夏建琦一次解释机会。这种理性支持本无可厚非，但在众多女性自述受害、证据不断涌现的情况下，盲目站队反而会助长歪风邪气。公众需要的是真相，而非带滤镜的感动。值得肯定的是，网络并非完全失控，很多网友开始理性讨论艺人边界、公众监督权等议题，这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明星私德的重新认知与审视。夏建琦事件虽始于一则情感欺骗的爆料，但发展至今已不再是单纯的明星绯闻，它更像是一面巨大的社会镜子，映照出娱乐圈、网络舆论、粉丝文化，甚至普通大众对信任与私德的巨大焦虑。试想，一个原本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一夜之间从全民男友变成渣男典范，这其中的情绪落差有多强烈？不是每个人都在关注娱乐新闻，但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个事件中投射出某种既熟悉又恐惧的画面：被爱的人欺骗，被偶像背叛，被真相击碎。尤其是当爆料女生晒出聊天记录、语音、定位截图时，那些细节极度真实，毫不修饰，仿佛不是发生在艺人身上的故事，而是每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女生都可能遇到的爱情陷阱。她们渴望被爱、被关心、被理解，于是相信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备胎中的一员。而最让人难过的，并非夏建琦出轨本身，而是他在出轨后还能一本正经地演偶像剧、参加综艺、上热搜、接代言，这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边在荧幕中谈情说爱，一边在现实中践踏真情。这种落差不是简单的感情问题，而是对人格的背叛。这场风波最沉痛的一击，其实落在了那些无条件相信偶像的粉丝身上。他们曾为夏建琦熬夜打榜，为他辩护对骂，为他刷评论点赞，买同款产品，甚至有人将他当作生活的希望与精神寄托。但如今，他们却被现实狠狠抽了一巴掌。原来我喜欢的是一个虚伪的男人。我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是因为他让我相信好男人真的存在。这样的评论数不胜数，他们透露出的不只是愤怒，更是一种精神失重感。在现实越来越冷漠的社会中，人们选择将温柔与理想寄托在屏幕上的人设中，而一旦这个人设崩塌，那种失落甚至比现实中的失恋更深刻。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星号追星的意义是什么？星号是寻找动力，还是自我麻痹？是喜欢一个角色，还是幻想一种自己得不到的爱？而当这些虚构的情感沦为某些艺人玩弄感情的工具时，
粉丝变成了感情与金钱的双重受害者。本该主持公道的娱乐平台与资本，在这场风波中展现出的态度也令人不安。面对不断升级的实锤与指证，多个曾与夏建奇合作的节目、品牌、社交平台却选择沉默或冷处理。没有声明，没有调查，甚至还有部分官博在事发第2天照常营业，继续转发其早前的宣传物料。这种选择性失明，无疑是在纵容不正当行为。它传递出的信息是，只要你够红，只要你还能赚钱，那些私德问题都可以先放一放。这不仅是对公众情绪的轻视，更是对所有受害女性的2次伤害。资本逐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底线，娱乐行业终将成为星号黑幕遮天的深渊星号。而在这个深渊中，被牺牲的从来不是艺人，而是观众的信任和社会对正义的最后一丝幻想。然而，希望并未彻底熄灭。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场风波中，大量网友开始拒绝盲目追星，开始关注星号感情道德、人设崩塌后的责任星号等议题。有人说，我们不是因为他出轨而愤怒，是因为他玩弄了我们所有人。这是一种觉醒，也是一种转变。有人发起拒绝脑残粉的倡议，有人开始为受害女生发声，还有人致信有关部门，要求加强艺人品行管理。所有这些动作或许微小，却意义深远。娱乐圈无法一夜净化，但公众的理性、清醒是最有效的净化剂。我们应该告诉每一个公众人物，你不仅是演员、歌手、网红，你更是一种社会符号。你的一举一动将被无数人模仿、效仿、传播。你可以有瑕疵，但不能有恶意。你可以犯错，但必须承担。夏建奇事件的尾声尚未到来，真相仍在揭露之中。但在等待真相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否可以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们追星究竟是在追什么？是追一个理想的恋人吗？是追一个永不背叛的幻想吗？还是追生活中我们自己缺失的东西？如果答案是后者，那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对情感、信任和爱的理解。真正值得追随的偶像，不是只会卖人设的伪君子，而是能在风雨中守住底线，在诱惑前坚守原则的成年人。或许他们不够完美，不够耀眼，但他们真实、负责，值得尊敬。双手合十的人，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如果你也对这件事有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图钉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真实、深度、理性的娱乐解读。下期见。